里面就是保存了图坦卡蒙的内脏，它的评估价值相当于全球 GDP 的10%，上面还镀了金的，还有头发。这是我见过文物摆放最随意的一个博物馆了。这些1000年前的文物，甚至有的人坐在上边。大家好，我是阿龙。现在我来到了埃及国家博物馆，这里面收藏了很多在埃及这里出土的稀世珍宝，包括世界最昂贵的文物图坦卡蒙的面具，黄金面具也在里边。大家可以猜测一下图坦卡蒙的面具到底价值多少钱？这个是左塞尔法老的石像，就是那个阶梯金字塔，这个雕像已经有4500年了，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手指已经断掉了。大家还记得哈夫拉金字塔吗？然后这个就是哈夫拉的石像了。这个雕像呢，就印在了他们10块钱的埃及镑这上面了。你看背后还看得到赫鲁斯，就是法老的守护神赫鲁斯，一只鹰的形状，就保护着法老。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座椅上面还刻了有紫砂草和荷花的，代表呢是上下埃及的统一。因为这个荷花代表了上埃及，然后紫砂草代表了下埃及。在4500多年前，古埃及的雕刻艺术就已经十分的发达了。哈夫拉的雕像也体现了这一点。安静的表情和庄严的姿态，也保持着一种王权的威严还有神圣，也体现了他永久的统治力。然后哈夫拉旁边呢，就是他的儿子孟卡拉的雕像了，就小很多，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就是孟卡拉的雕像。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去胡夫金字塔的时候，里面是空了的，就被盗墓者给洗劫一空了。但是在140多米高的胡夫金字塔里面呢，里边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胡夫的雕像，7厘米那么高，超级小的一个，竟然在金字塔里面发现喽！盗墓者走宝了。他们说，之所以是找到这么小的一个石像呢，是因为胡夫他本人并不喜欢，就是造这些石像。据说是因为他自己信仰的原因，就不希望自己被造成石像。所以呢，就只有那么小的一个才被发现了。那这个呢，就是拉霍特普还有他妻子的石像了。你看他们的眼珠有没有看出有什么不一样？他们的眼珠是水晶做的，有没有看到有反光？看他的皮肤是棕红色的，这就是代表了男性在外边晒得很黑，然后女性呢比较白皙一点。关于这个拉霍特普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是胡夫的兄弟，然后胡夫他不是很不喜欢见这个石像吗？就是他跟妻子呢，只能偷偷的见了这个自己的石像，然后藏在自己家的地下室下面，然后最终才被发现的。然后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当考古人员挖掘把他们挖出来的时候，他们被吓了一跳，因为他们的眼睛是水晶做的，就是反光，就是反光的时候特别像真人，所以导致他们就是特别害怕。这个雕像是木雕，哎。就很特别，而且他的眼神，你看，因为他的眼睛也是水晶的，所以特别有神。这是我见过文物摆放最随意的一个博物馆了。这些1000年前的文物，甚至有的人坐在上边，因为没有玻璃相隔，然后也没有柜子，而且这里面的文物很拥挤，特别的多。前面这个很多人围观的雕像就是哈谢普苏女王的雕像了，是埃及历史上的一位女王。哈谢普苏她是第18王朝的法老，也是古埃及第2位可考的最著名的女性法老了。在后面我会去到卢克索，大家就会看到在卡纳克神庙里边这位女王所修建的方尖碑了。这个狮身人面像她是有胡子的，但是她是女性，就是一个女王。他是以此象征来自己也可以统治整个埃及，就像男人一样。现在我是来到了阿肯纳顿法老的展厅里边，在这里会看到4座高大的石像，都是阿肯纳顿法老的，包括这一座，然后还有背后这一座，然后还有背后的2座都是他的。他就是图坦卡蒙的父亲，然后他是在古埃及历史上很有影响力的一位法老，也是一位比较出名的异教徒。感觉这个埃及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真的是太大了，这里边就像一个迷宫那样子，走不完。你看前面还有很大的地方。
我说前面的雕像已经很大了，没想到在我旁边还有个那么巨大的石像。刚刚我们看的阿肯纳顿呢是图坦卡蒙的爸爸，然后图坦卡蒙的爷爷和奶奶就在这了，这就是爷爷和奶奶的雕像。然后他的爷爷呢是伊蒙赫图三世，然后旁边呢就是替女王了。在这里呢有2块奔奔石，然后这2块奔奔石呢是有人认为啊，它是用作在金字塔的顶端，就是我们之前去看那个胡胡金字塔，不是没有尖尖吗？然后有人认为就是这2块奔奔石所放在金字塔上面的，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跟方尖碑所相连的2块奔奔石，但是呢具体的作用还是没有人知道。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纳尔迈调色板。纳尔迈调色板对于埃及的考古界是很重要的一样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上面记录了就是上埃及国王纳尔迈统治下埃及的这么一个情形啊。因为目前埃及的考古界呢，对于上埃及统治下埃及时期，就是战争时期所发生的事情不太了解，于是这个纳尔迈调色板呢，就成为了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东西了。能看到这2个长脖子的动物了吗？它代表的就是上埃及和下埃及缠绕在一起，代表了是统一的。然后它们的脖子围绕出来的这个洞呢，就是用来调那个眼线、画眼线的那个颜料了。然后在另一面呢，这个就是奈尔迈国王了，在他的背后还有个提携的侍从。我们是参观完1楼的，现在要去2楼。2楼就有一个镇馆之宝啊，估计大家也猜到是什么了，就是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那个是人类史上最昂贵的一个文物了。大家知道它的价值超过了多少吗？然后呢，我到视频的后面会给大家说一下。图坦卡蒙他是最年轻的一个法老，他登基的时候只有9岁，然后他去世的时候是19岁，就是特别的英年早逝吧。然后因为他的墓穴呢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盗过的法老墓，所以说从他的墓穴里面呢是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稀世珍宝，大伙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包括他的那个棺椁都是超过120公斤的这个黄金所制造的，120公斤的黄金哦。然后他的那个图坦卡蒙的面具呢是10公斤的这个黄金，那么重。但是图坦卡蒙他具体的死因呢，到现在还没有被研究出来。有的人说他是死于谋杀，然后他们研究了他的木乃伊，是发现他是有骨折的，所以说研究人员推断他是死于足部的这个感染所致的。这个是一个小孩子的木乃伊，上面还镀了金的，还有头发。这个就是一个成年人的，哇！渗水了，这是。当有庆祝活动的时候，图坦卡蒙就会坐在这张椅子上，然后那个仆人就会抬着他。在这旁边呢，就是图坦卡蒙的卡诺皮斯罐了，这里面就是保存了图坦卡蒙的内脏。因为法老相信呢，转世之后他们还会用到这些内脏的，所以说要把它给保护起来。很可惜的就是4个卡诺皮斯罐遗失了1个，只剩下3个了。这个卡诺皮斯罐的头像就是图坦卡蒙，然后他的头上有2个动物，一个是秃鹫，一个是眼镜蛇，代表的是上下埃及。这个呢就是一个圣盒，里面放的是什么呢？放的就是图坦卡蒙他的内脏。刚刚我们不是介绍了有这个卡诺皮斯罐吗？然后这个卡诺皮斯罐呢就会放在这个圣盒里边，然后由赫努斯的4个儿子来进行保护的。好，现在我们就进去看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喽。实在是太可惜了，在图坦卡蒙这个展厅里面是不能拍照的。我在里面相当的震撼，看到他那个黄金面具，很可惜站在那里不能看太久，因为人流量实在是太大了。全世界估值最高的文物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它是出土于埃及帝王谷唯一没有被盗的陵墓。它的棺椁一共是7层，跟套娃一样。里层的棺椁是用了220多斤的黄金纯金所打造的，最里面才是戴着黄金面具的图坦卡蒙。20斤的纯金还有名贵的宝石，保证了面具永远和新的一样不会褪色。而且它的眼角还用粉红色的颜料画上了小血管，让整只眼睛都栩栩如生。它的评估价值是10万亿美金，相当于全球 GDP 的10%。可就算出得起钱，估计也没有人敢买吧。毕竟这里边有着法老的最强诅咒。参与挖掘的勋爵在几个月之后就去世了，而不久他的儿子也死在了同一间房间。随后在数年之内，参与挖掘的20个人当中就有13个人相继死去。
所以法老的诅咒至今也是世界最大的一个未解之谜。这里有一个木盒，然后木盒上面呢是有阿努比斯的。这个阿努比斯呢就是埃及神话里面的死神了。在很多的上葬典礼上呢，我们会看到祭司戴着一个豺狼的那个面具，他们所代表的就是阿努比斯了。这个阿努比斯的木盒呢，就是放在墓穴里边，然后守护法老的。因为他是死神嘛，所以说就放在墓穴里边，并且同时呢也有吓退盗墓者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大家能够想象吗？在1922年的时候，他们挖掘出了图坦卡蒙的墓，里面就有那么多的宝物，塞满了整个墓穴。因为图坦卡蒙他死得太早了，太快了，所以说他的墓穴没有建得很大型。在1922年挖掘这一个图坦卡蒙的墓呢，当时是真的是震惊了全世界，因为里面真的是出土了太多的稀世珍宝了。现在我们就结束了埃及国家博物馆的参观。今天看了真的是感觉自己知识储备完全不够用，因为太多就是自己不太懂的了，只能简单的介绍一下，深刻的就介绍不了了。我想选一个冰箱贴，就选一个黄金面具吧。我想在这里买一个这样子的娃娃。诶，别说还挺可爱的，但是太大了，不方便带。好大个啊！这个是 Safi 的名字哎，象形文字，代表着 Safi 的包包。So it's a bird. Yes, L-E-F-Y. F-Y. S. S-A-F-Y. Safi. 太有意思了，它这个埃及款式的包包。然后今天是一整套蓝色的，特别好看。蓝色的包包 ，It looks great. Yes.